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今天一个惊人内幕传出，中共军队竟然被曝比国足还烂，火箭军导弹发射失败率高达 50%， 腐败烂到根子。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93阅兵的讲话里，和平二字大幅消失，被视为武统示警。与此同时，网红张雪峰一句捐1亿的豪言彻底翻车，河南官媒罕见点名怒批，却又神秘秒删。小粉红评论区反噬狂潮，神评连环，场面完全失控。今天这期我们就带大家看清楚，一边是军队烂过国足的黑幕，一边是舆论场全面爆炸，还有最高层讲话惊变调，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信号？就在9月8号晚，河南省官媒大象新闻抛出了一篇标题火辣辣的评论：张雪峰请听题，鼓吹战争该不该给0分？哇，这可不是普通的批评，这是直接向张雪峰公开校正，瞬间点燃了舆论的导火索。要说文章内容，那可真是毫不留情，开篇就直接端出张雪峰那句全网疯传的豪言：枪声一响，我张雪峰先捐5000万，整体怎么着也捐1个亿，火药味是不是瞬间上来了？更有意思的是，文章还暗暗补了一刀，说他话里夹杂粗口，听的人一头雾水。这钱到底是要捐给祖国，还是某个神秘对象？接下来文章就开火了，他直接把张雪峰定义为靠中国家长血汗钱登上财富金字塔的考研名师，如今却把流量当游戏，把表演爱国当手段，用来鼓噪战争，博取关注。质问更是犀利到位：张雪峰，你是想呼吁中国人打一场针对同胞的战争吗？你搞考研辅导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吗？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跟自家兄弟姐妹兵戎相见？更狠的是，文章还直接批评张雪峰把统一和枪响硬生生绑在一起，搞得好像统一就是武力威胁，这不是在给和平共识挖坑吗？而且他居然还提前为一场全体中国人都竭力避免甚至尚未发生的战争鼓吹捐款。在文章看来，这不仅冷酷，更是对文明底线的践踏。最后还反问了一句：台湾同胞听了这话，心里会好受吗？这一枪一枪的打得可真不轻。文章最后直接对张雪峰喊话：爱国是责任，是行动，不是你用来变现的流量工具，别再浑人不倦了，张雪峰。这话力度有多大，简直是把人按在地上摩擦。而观众朋友们，这篇文章一发出，舆论场立刻炸锅。作为官方媒体，能这样点名道姓批评，可是相当罕见的，等于是一记重拳砸了下去。但戏剧性的是，评论区很快就被小粉红刷屏，满满的骂声，甚至有人直接喊大象新闻是汉奸媒体。结果呢，没多久这篇文章就在大象新闻的官网神秘消失，不过在一些大陆网站上还能看到转载。那么问题来了，这是官方在试水，看看舆论怎么反应，还是背后另有深意？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这场风波会不会只是刚刚开始？与此同时，大陆网友们也没闲着，爆料说张雪峰已经开始偷偷删除负面评论，甚至那段引发轩然大波的捐款1个亿的原视频也在网上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反噬来了。各位观众朋友，你们知道在大陆这样严格的言论审查下，网民总能找到突破口，他们干脆杀到张雪峰那些毫不相干的视频底下，开启了一场段子大会。评论区瞬间变成网络广场，嘲讽的段子像潮水一样涌来。到底有多狠？咱们挑几个经典的，保证让你听得直拍大腿。有网友直戳痛点：张老师，你捐钱让别人捐命，命没了，钱还是你的，这买卖多划算啊！这话太毒了。捐款听着高大上，但真要上前线，会是张雪峰自己吗？还有人冷冷一讽：张雪峰绝对正能量一个人，司马南也是正能量，吴京更是正能量。看到大家的评论，我踏实了。
这可是把他跟2位爱国流量的前辈并列，暗示张雪峰就是星际战狼。还有这句简直杀伤力满分，枪声一响，派张雪峰当敢死队，我来当督战，放心，绝不手软，哈哈，这是拿战狼梗回敬他，意思很明白，别光嘴上喊爱国，自己先冲前线去。更毒的来了，张老师，你不是说捐1个亿吗？先把你账上1个亿冻结了吧，免得过几年亏空了没钱，或者干脆润了跑路。这可是把他的诚意直接摆到台面上了。再看这个，直接戳到家事。张老师，你女儿在香港上学，高考了吗？打仗时让她上前线呗。这就完全是针对双标来的，嘴上喊爱国，家人却远离战火。还有人借吴京的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这是在暗嘲张雪峰想抢吴京的爱国饭碗。更有网友喊，司马南倒了，张雪峰起来了，给我狠狠查。还有个神评直接爆炸，开始删评论了。张老师，您是因为屡次被拒签才疯狂的吗？这话太狠，怀疑他是因为移民屡次被拒才转头来当粉红收割流量。至于这八卦是真是假，就只能留给大家去想象了。今天的抖音、小红书等各种大陆平台上，既充斥着各种无脑爱国的表演艺术家，也活跃着一批批随时反噬的网民。观众朋友们，看到这些网民的灌水，您是不是一边会微笑，一边暗暗为大陆网友的才华叫好呢？张雪峰这番武力攻台的言论，为什么能闹得这么火？其实很多人心里的疑问是，这话是不是在暗暗呼应当今独裁习近平的意思？这里的风向，咱们得从93阅兵里头找端倪。来，我们一起看看港媒《星岛日报》怎么解读这场阅兵背后的玄机。《星岛日报》在9月9号发了一篇分析，把2015年和2025年的2次93阅兵习近平的讲话拉出来对比，结果发现一个关键变化，和平2字的分量大幅缩水。先说2015年，那年习近平的讲话长达1678字，几乎逢段必提和平。他说过什么呢？战争是一面镜子，能让人更懂得和平的珍贵。中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甚至还高调宣布裁军30万，把一个和平姿态摆得明明白白。那时候台湾是国民党执政，两岸关系还算缓和，气氛也比较祥和。可时间一晃，到了2025年，讲话一下缩水到945字，和平这个词的篇幅大砍，完全不再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取而代之的是一句话：人类正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语气里明显多了火药味，而且他还要求军方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口号更是从2015年的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变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这一来一去，味道完全不同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港媒的分析很直接，2015年两岸平缓，军方的任务是保卫和平。到了2025年，两岸关系紧绷，讲话就转为强调维护统一，透着浓浓的示警意味。所以问题就来了，习近平这么淡化和平，是不是在悄悄给武统选项加码？张雪峰的那番豪言，偏偏踩中了这股风口，跟官方高涨的民族主义调子不谋而合。再看看阅兵场上展示的是什么？高超音速导弹、航母编队一排排亮出来，这难道不是对台湾的赤裸裸威慑吗？可问题也摆在这儿，中共的军队真的有实力攻台吗？就在这场热议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海外爆料人杜文9号在他自己频道内部视角看中国直接丢出一枚重磅炸弹。中共军队从上到下全部腐败透顶，根本没有攻打台湾的实力。老杜说，他有个军中老友，级别可不低，2年前不期而遇之后，两人喝着20年的五粮液，聊起军队现状。
结果那位朋友先是一声长叹，然后丢下一句直白的狠话：这些年虽然反腐抓了不少人，但还远远不够。为什么？因为从上到下全都在腐败，抓谁都不冤，不腐败你根本爬不上去。听到这里，老杜忍不住追问：那装备呢？火箭军不是搞得轰轰烈烈吗？战斗力到底怎么样？对方却笑了笑，甩下一句更毒的：比中国足球还不济，真要打起来，连当年的北洋水师都不如，现在只剩下吹牛的本事了。随后那位朋友还特意拿出一台手提电脑，播放了一段内部纪录片《胜算之忧》，这可是专供团以上军官看的警示片。老杜随便看了6-7分钟，就差点被雷得从椅子上摔下来。画面里居然揭露2022年佩洛西访台时，美国第7舰队航母一靠近台湾，火箭军立刻发射了10枚新型导弹示威，结果呢，足足有5枚失败，不是点火失败，就是飞偏轨道自爆，失败率直接高达50%。老杜当场瞪大眼睛惊呼：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后来他又去问了几位军中旧识，答案竟然惊人一致。军队表面看着光鲜，磊子却已经烂到根子。习近平不是不知道，所以这些年才搞得像发疯一样大清洗。问题是，一茬没抓完，下一茬又冒出来了。火箭军、装备部、各大军种、战区，甚至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纪委全都藏着内鬼，高官一个接一个落马，要害岗位空缺一大片。军队早就不是什么铁军，而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泥。杜文用16字形容习近平这个处境：好大喜功，志大才疏，独木难支，力不从心。既想靠军队撑起权力，又对军队彻底失望。真要哪天开战，这些枪口最后会指向谁？说不定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朋友们，您怎么看？张雪峰这番豪言会不会最后被反噬成了笑话？而杜文的爆料是不是印证了你心里早就有的疑问呢？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